Dr. Siap 怎样知道自己是中什么病毒啊？其实很容易，比较轻症的，比较没有咳嗽的，比较没有那种肺的 symptom 的话，那就大体上都是 Omicron。如果是比较有痰咳嗽比较大力的那种，比较像 Delta。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Delta 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在呢？有，答案是还有 Delta 还有在，我们的 community 还有 Delta， 我们还有 Beta， 我们还有那个我们原本第一种那个 COVID 都还有在。所以你不要忘记哦，除了 Omicron 过后，我们还有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会把你感染起来的，所以你们暂时还要小心。虽然说政府说我们进入了这个地方式感染这个情况，可是呢，我们还是暂时还不能放松，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 Delta， 我们还有这个Beta 这两样东西哈。我2月2号22是确诊了，因为你们在新年的时候确诊哦，其实是有两样东西我是最担心。第一就是在确诊前的几天已经准备好要拜年过年的时候呢，你们准备功夫见了很多人买很多东西，那时候已经把东西那个病毒传染出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我很担心。第二件事是我也是很担心你的健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呢，全部都回家，你没得见家人，你一定是会有 depression， 我很怕你会有 depression， 所以呢。所以这两个地方，这两点我就很明白了。所以你的 CT value 是33到35，隔了10天后变成29、30，为什么呢？33和35呢，第一天确诊的时候，你的病毒量是很少，所以呢 CT value 记得CT value 呢越高的话，意思说病毒量呢是越低的如果是说 CT value 越低的话，你的病毒量是越高的，就是说在你身体的所以你的 CT value 呢，33到35呢，是意思说你是开始病毒开始在你身体繁殖，然后呢，它会越来越多病毒，然后你 CT value 会跌下来，它第一天会33、35，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它会变成20多，第三天、第四天的话可能变成10多，然后呢过了10多过后呢，然后第5、第6天你开始要好的时候，你就会变回了20多，然后慢慢到尾声的话变成30多，然后过后呢就变成超过40，你就是完全好了。为什么会变成30多呢？就是因为你的病毒量越来越少，所以你的最后的那个 CTV 的第10天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29、30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有还有呢，还记得我们还有讲过那个病毒的尸体我们身体那个病毒死了过后的尸体如果是在我们 swab 里面有的话它也会降低这个 CT value 的。所以本来你第10天应该是40以上的你的 CT value， 可是你身体里面有很多那种病毒已经死亡了的PCR 还是一样可以抓到那死亡的那个病毒的那个 RNA， 然后造成的 CT value 还是30多。那个时候是不是传染的？30那是病毒的尸体，病毒的尸体是不会传染的。所以在数据上呢，传染期呢是第1天到第7天，全部病毒都是一样。这个 COVID 啦，全部那个 variant 第1天到第7天都是传染期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就是 CT value 对你们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为什么 CT value 它其实只是给你知道你是早期还是晚期罢了。可是呢，对我来说，总之你算天就对了。第1天接触了第一个 positive COVID 的病人。然后呢，你是 close contact， 然后自己自我隔离了3天过后就去做 PCR 或者做 RTK， 如果是 positive 的话就继续隔离到10天MySejahtera 呢，它是算在你那天做 swab 那天才算起的，所以它会隔离你7天到10天。如果你是 booster 的话7天，如果你不是 booster 的话10天如果你有症状的话10天 OK， 这是最新的那个我们的 SOP 啦不是说越变种病毒越弱吗？而且之前阿三哥说的传染力强，但是毒性减弱，怎么又不一样呢？其实是对的Stanley 是对的我们的病毒呢，它的传染力高，可是它杀伤力不高，明白这个是对的，阿三哥讲的对的。可是呢，如果是它传染力高，然后很多人中的话，你算那个算数了，越多人中的话。虽然是说0.018% 的人死亡的话，如果数字大的话，它的死亡总数会高这就是这个问题吧了。其实 Omicron 毒性不强，问题是它太多人中。你看
最近的这个新年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中 COVID 啊，其实在9月那时候，你自己都没有觉得自己会中啊。可是你当这年的新年的时候，你看哇，我身边的人全部大概都是中到完的，真的是身边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 Omicron 是这样恐怖。然后呢，我有时做一个研究，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多人中 Omicron？你们讲一定是 SOP， 不是啊，不是因为 SOP 罢了，错了。你们 SOP 做得很好，其实有一样东西做不好罢了，有一样东西做不好，造成了这个大瘟疫，那就是吃饭的时候跟朋友吃，然后脱 mask， 那一个小时罢了啊，那个小时就是传染。你想想看，你试试看，想想哈，这里的全部朋友哈，你们可以想想看哦，到底你们是中 COVID 的时候是跟朋友吃饭，是因为从那边来的？因为我们 Omicron 你脱下口罩within 5 minutes 5分钟里面你就传染到了。所以呢，过年的话，我们当然是今年2年都没有过年了，今年当然是过个大年了，过个好年，对吧？全部人就是尽量出去吃东西，忘记了一点，忘记做 RTK 先还出去。我之前一直叮咛说，你们要出去见别人的话，不是真家人一起吃饭的话，一定要做一个 RTK 才去见朋友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保护自己的话，也是保护别人啊。很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可能就是新年时没有货啦，很多 RTK 没有货。你知道我听到槟城没有货嘞，槟城 RTK 完全没有货所以我说哇，这样恐怖啊！今年买到这样多，那你们买这样厉害。所以如果要去见朋友的时候，当然是要先做 RTK。如果是跟家人一起在一起1个星期的那些就不需要做 RTK 啦。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松了这一点罢了，就是松了那一小点罢了。然后 Omicron 就这样厉害，没有戴 mask 5分钟就中了。你们其实做得很好了，只是说哪一个小步骤我们忘记提醒你们，就不小心就是这样感染群就开始了好，还有第二点为什么 Omicron 这样多？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报告自己中了，没有讲出去，没有去报告，没有做筛检，自己有了 symptom 不讲，然后自己又特地出去见朋友。然后把这个病带过去，自己其实确诊又没有去做 RTK 这一点我不会中的啦，我一点点伤风罢了吗？问题是才一点点就是造成了这一大堆的那个瘟疫出来了。所以我相信我们缺乏了一个字，我们讲的自我的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就缺乏一点点这一点吧。所以我相信今天你看的这个这样子的 slope 上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前因后果。所以呢，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子做就好了。我真的很担心小孩子现在，因为小孩子现在就是那一群人没有打疫苗那一群呢。OK， Omicron 流鼻水是正常的吗？这个真的是我要讲一讲了。OK， 很多最近很多人会私讯我，就说我咳嗽有血我痰有血我的鼻子有血很正常是答案是因为 Omicron 呢，它是在我们的喉咙这里繁殖，它不是在我们肺繁殖。所以呢，在我们喉咙繁殖的时候呢，它会肿胀当它肿胀的时候，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人是打宣的，这样子打宣的你这喉咙会比较干如果是你发炎的话，在喉咙干的话，你这里小血管会破裂，早餐会破裂。当你咳嗽一点点，或者是你打鼻涕出来的时候，你会伤到那个干了的那个皮肤，它当然会流血的。Omicron 是比较正常，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有流鼻血或者是咳嗽有沾到血，那个痰有沾到血，所以是从喉咙来的，不是从肺来的，所以是正常的。所以你需要做什么呢？早上呢，当你醒来的时候呢，先喝一杯的清水，把那个喉咙滋润过后，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如果是鼻子的话呢，早上你坐起来的时候，你先给它深呼吸一下子，深呼吸过后，或者是洗脸过后或者慢慢把鼻涕慢慢渗出来的时候，把它给它潮湿，里面会潮湿，这样子就 OK 大体上是没问题啦。如果是流鼻血的话，会止的啦，一下子请问COVID positive 有时候心跳到110正常吗？这 Irene 琴，我相信你是有点缺水了，或者是你正在发烧着，110是正常的。好像OK， 我给你们一个很容易的比喻心跳跟我们发烧的这个度数是怎样去确定到底是正常？我们普通呢，体温是37度的37度体温，如果是超过37.5，你就是发烧。38以上呢就是发高烧，39是非常高烧，
40呢就是病入膏肓，那个真的是要会发羊吊的，会死亡的哈，40度。所以呢每一度就是从37算起啊，37度算起加1度就是38，你的心跳就会加10，从100加10。如果是说它39度的话，就是从心跳100加20，就是120，那是最高的那个心跳率，正常的心跳率，就是说正比的啦，正比的。因为什么发烧当然是要心跳快一点啊，没有的话，等一下你那个为什么我们要发烧？发烧就是把那个病毒要快点打赢仗嘛，心跳就是把那血快点输送到那个打仗的地方，所以它一定要心跳快一点。所以每一度加10，100加10，所以如果你是110的话，你的那个时候有 temperature 38的话是正常的。OK， 如果你是38度，可是你心跳是140的话，那就不正比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你缺水，不够水分。因为我们不够水分的话，心率一定要跳得更快，把这个血液运输到你那个打仗的地方。可是不够水啊，这样你不是要泵多几次哦，把那血传到那个发炎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一点你要自己看看咯，你到底是38咯。如果你现在是37度，可是你的心跳是110的话，那就不正常。因为你在缺水，你看你的 oxygen level 是97、99是很好的，有时会呼吸困难，为什么？可能你吃不够告诉你，那之前我相信我在之前几季的 live 都有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呼吸会困难呼吸困难可能是病毒造成肺部的伤害造成呼吸困难哈。第二可能就是鼻塞，第三呢就是你吃的不够，你营养不够，你的呼吸那些 muscle， 你的那个肌肉呢不够营养，不够糖分去，因为你一直呼吸很快就把那个 muscle 全部都弄累了。我们这里很多 muscle 的，胸口这里很多 muscle 的。它需要很多糖分去收缩你呼吸的时候你不是有收缩放松这些全部都需要糖分的。当你吃不够的话，糖分不够，然后身体在打仗的话，那就变成你自己的麻色比较累的时候呼吸就会困难。所以答案很简单，这样去解决就是吃多点一点点糖分的东西，也是高蛋白高脂肪，是我每次说的就是最好的哈。好Dr. Seth 你好，男朋友被同事传染，我也被传染，我们都打了 booster 1个月，今早做了 PCR 在等报告，现在觉得身体有点酸痛，口腔发炎然后喉咙痒痒的，没有伤风发烧，尽量补充维他命 C 和那个蛋白质，喝野水和莲花清瘟，还需要注意什么呢？我家有3只猫怎么办？好，其实呢，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statistic 呢，最近就是 show 你们大概是98%的病人呢确诊的都是 Omicron 来的。你的症状是口腔发炎，然后喉咙痒痒的。你看这里有没有说到咳嗽呢？你看这里好像没有这个咳嗽这个字，就是这样特别。在这个我们的新冠肺炎这个 Omicron 呢，咳嗽的症状比较少，它比较像我们的伤风感冒，它很像流感。然后呢，情况呢其实是比较稳定，所以它不会说好像大发烧到很辛苦那种，它是有酸痛，它会有一点点身体疼痛，可是呢很累疼痛很累是比较强烈的还有喉咙痛，这3样东西。发烧的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有伤风很多人也是没有的，很多人没有这个伤风的问题。所以呢在你中这个情况下，大体上你们都是 Omicron 来的。Omicron 呢，它的那个确诊的天数呢，它不比那个 Delta 差，然后它也是有它的 symptom 它也不比 Delta 这样短它差不多一样的，只是有一样东西它不同，就是它的 window period 会比较短一点。意思说呢，如果你是中 Delta 的话，你是5天过后才发病，5天。如果你是中 Omicron 的话，第3天就发病了。所以它的不同在于它早并发。如果是 Omicron 早并发的话，当然是比较早康复。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中这个 Omicron 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病人很多都很早就可以说我已经舒服了吗？周末我还要把自己困起来，还要 quarantine 这样久就是迟点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要 quarantine 这样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现在先说你需要吃什么，你是需要喝多点水罢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有补充维他命 C， 你有补充你蛋白质，有喝
哦，你喝野水也可以，喝 isotonic 也可以，喝清水也可以。还有莲花清瘟，其实莲花清瘟已经有那个我们的西药的那个证明莲花清瘟真的是可以减低这个COVID 的这个症状，所以是我是觉得可以吃，因为已经是有这个数据，所以应该是可以用在这个 COVID 的问题。可是记得莲花清瘟有冒牌的，你们自己要知道哪一个是冒牌，哪一个是不是冒牌的，请你们自己要确定一下买的时候。好 ，Sophia， 你做得很好。还有一样东西是睡觉不够，睡眠不好，睡眠不够不可以，一定要够6到8个小时。还有家里有3只猫怎么办呢？没问题的，猫不会确诊的。猫因为它不是宿主了，它不是host，所以那个 COVID 不会传染给猫。可是呢，当你这个猫呢不能给别人顾因为你咳嗽那时候摸那个猫的毛上已经有这个 COVID 的这个病毒，所以呢，你需要就是说你隔离过后3天，然后这个猫才可以给别人摸，因为它猫3天过后那个毛上面那个病毒已经会不见了。Dr. Said 到底 after finish quarantine need to do PCR test or not？ OK， 这不是上一年的事情2021年的话。就是 last year, yes, you need to. But nowadays already endemic, we no need to do any PCR anymore. 你记得我其实我有分享一个视频，那就是怎样去quarantine， 几时要做。OK， 我大概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新的 policy OK， 如果我们是有打 booster 的话，中了 COVID 有选如果是没有症状，你是7天 quarantine， 然后第7天你需要做一个唾液或者是做一个那个 RTK 就可以了。如果是 negative 的话，你就可以出关。有打了2针，可是有症状，那是7天。如果是你完全没有打针的，完全是1针或者打了1针，中 COVID 又有 symptom 的话，那个是10天如果是10天的话，就不需要做 PCR 了。所以你要看你是哪一个咯。需不需要做 PCR 是完全不需要，现在是用 RTK 来代替我们的 PCR。可是呢，第1天或者第2天你需不需要做 PCR 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你现在如果是你是 close contact， 就是说你昨天去喝茶，跟一个朋友喝茶，3天过后，你的朋友告诉你我 positive， 他自己 positive， 你到底算不算是 close contact？ 答案是。因为你是在 within 14天，就是14天里面，他中病的14天里面你见过他嘛，对不对 ？OK， 这样你是几时开始算起呢？你是 COVID positive 呢？如果你是唾液变成 positive 那天算起，意思说，如果你做 RTK 那天 positive 你就是算是那天第1天。OK， 如果你是 negative 一直来你 close contact 可是一直都是 negative 的，意思说你做第1天是 negative， 第2天是 negative， 第3天是 negative 的话，你算，然后你是几天开始可以处理这个出关呢？那就是从第1天你见那个朋友，那可以从那个见朋友那一天算起，5天过后你就可以出关了。如果你是打了3剂的话，5天如果你是打2剂的话，就是7天所以 close contact 和我们确诊的那个天数是不同的算法的，记得总之是 positive result 那一天算起，就是你第1天确诊。如果你是 close contact 的话，你是从你跟那个朋友见面那一天算起，算到5天或者7天。我讲的 close contact 就是说 negative RTK 啦如果是其中1天中了 positive 的话，那你就变成了 positive 了，有不同算法了你好，我先生打算在打 booster 后两周内尽量让自己感染上 COVID， 说了之后就有抵抗力。请问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完全不可以不要做这一点因为你打了 booster 过后，其实就是把这个病毒的那个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打入我们身体了。所以当你在去感染这个COVID 的时候，你会变成了双重的感染那会很病重的。所以你尽量不要做这一件事情不要所以你打了疫苗过后呢，尽量的把自己远离这个 COVID， 我们尽量的不要中 COVID 啦，尽量啦会没有的话你会变成那个 MIS 就是 multi-system inflammation system syndrome 它就会变成了我们讲败血症的情况不要尽量不要。打完 booster 过后，尽量也是避免不要再感染。如果不小心感染没办法
没办法啊。如果是不要自己让自己感染冠病，还有打了 booster 过后，当然啦，中了冠病呢，当然是情况不会这么严重。问题是，如果你是那个打了疫苗过后的没有产生抗体那个，那你就糟糕了，那你糟糕，那你就会有大病了哈。所以还是不要，这个是2点你不要做的东西哈，叫你先生不要做啊，不要做 ，OK。